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又来到我们马股经济学的时间啦。今天要介绍的马股是沙布拉能源。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第一点，沙布拉能源 （Sapura Energy Berhad） 成立于2011年6月，在2012年5月在大马交易所的主板挂牌上市，曾经以高达200亿令吉以上的市值，跻身马来西亚市值最大的30家公司之一，是当时的石油与天然气行业的龙头之一。Sapura Energy 是一家全球综合能源服务和解决方案提供商，其能力范围包括了勘探、开发、生产、再生、会议和废气等等。凭借着高超技能和技术能力强大的员工队伍、多样化的战略资产和强大的项目管理能力 ，Sapura Energy 如今在20多个国家或地区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和专业知识。第二点。Sapura Energy 的业务遍及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整个上游价值链，主要的部分又分为工程和建设、运营和维护、钻井以及勘探和生产这4个部门。工程和建设部门是从事安装海上平台、海上管道和海底服务，为工业燃气轮机进行工程、采购、建造和调试服务，以及维修和翻新服务、供应、安装、调试和维护加油站销售点系统以及海上设施的资产管理服务。运营和维护部门就是从事连接和调试以及维护服务、海底服务、潜水服务、岩土工程和地球物理服务、海上平台维护以及海上资源船。钻井部门是从事钻井开发到钻井仪器的一系列工程，那些钻井的地点可以从浅至30英尺到深至6000英尺的海域不等，钻孔深度可以达到3万英尺左右。至于勘探和生产部门，则是从事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地下开发、井口的工程与设计，以及之后的生产和经营等等。第三点 ，Sapura Energy 是一间为了合并 Sapura Crest 和 Kencana Petroleum 而成立的特别用途公司。Sapura Crest 和 Kencana Petroleum 当时都是在大马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在合并前的最后一个财政年，双方都录得了不错的业绩，分别获得了3亿7千万令吉和2亿2千万令吉的税后盈利。而合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可以提升在市场的地位和竞争力，以便有资格可以获得更大型的工程。这是因为当时国际原油价格在2008年的大暴跌后谷底反弹，从每桶45美元往上飙至125美元，石油和天然气的前景大好一片，预计会有越来越多大型项目，而大型项目就需要有一个能够承担更大和更复杂的项目的综合油气服务提供商。另外 ，Sapura Crest 和 Kencana Petroleum 的合并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 Sapura Crest 主要专注于勘探、海上安装和海上资源船，而 Kencana Petroleum 的优势在于设计和工程、制造以及连接和调试，所以这2家公司也就顺理成章的合并了。第4点 ，Sapura Crest 和 Kencana Petroleum 当年的合并，可是由现任的财政部长登姑加夫游说的。其实 Sapura Energy 这间特别用途公司，在刚开始的名称是叫做 Integrity Sdn Bhd， 是由 Maybank Venture Sdn Bhd 成立的，而 Maybank Venture Sdn Bhd 的78%股权是掌握在 Maybank Berhad 手中。登姑加夫就是当年 Maybank Investment Bank 的 CEO， 所以他那时候就找了 Kencana Petroleum 的大股东Muksani Mahathir 敦马哈蒂的儿子，以及 Sapura Crest 的大股东 Syariel Samsudin 来洽谈。第5点 ，Sapura Energy 是一间背负着上百亿债务的公司。根据2022年第4季度的季报显示，公司的贷款一共高达106亿令吉，全部都是短期贷款，而且比起去年同季有增无减，增加了3亿令吉以上。其实，在刚上市的时候 ，Sapura Energy 的贷款还是控制得很好的，只有14亿令吉而已。不过，由于当时的国际油价太好了，从2011年起就一直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石油和天然气的上游业纷纷颁布大型工程 ，Sapura Energy 也为了扩展业务，分别在2013年4月收购了 Seadrill Limited 的招标钻井业务，和2014年2月收购了 Newfield Exploration 的马来西亚资产，导致公司的贷款激增。短短3年时间，贷款就从14亿令吉飙升至接近170亿令吉。后来在2014年的下半年，国际油价开始从高处滑落，油气业的上游业开始控制资本支出，但是这时候的 Sapura Energy 由于过度扩张、收购和举
债，已经被困在了上百亿债务中，单单只是算贷款的利息，每年就要偿还接近7亿令吉，日子过得苦不堪言。第6点 ，Sapura Energy 的前 CEO Shahril Samsudin 是公司的灵魂人物，以至于公司为了表达谢意和敬意，给出了天价的报酬，也就是薪水啦。从2013年的财报可以看到，当时最高薪水的董事也就500万令吉而已，但是在隔年的2014年财报就一举攀升至8000万令吉以上，而这一攀升就连续维持了好几年，甚至在2018年，在大马证券监督委员会推出的全新大马企业监管守则中，就荣获20大高薪水 CEO 的第3名。只不过 Sapura Energy 也是这20间公司当中唯一一间是录得了净亏损的公司，在这名单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 Shahril Samsudin 似乎突然之间了解到公司处于困境了，将其薪水大砍了80%左右，并在接下来的2年逐步降低20%和30%以上，至600万令吉左右而已。只是这时候 Sapura Energy 已经病入膏肓，以至于公司分别在2020年的4月时宣布高层减薪50%，而在6月时裁掉全球各地业务20%或800名全职员工，希望能降低至2014下半年起的低油价和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影响。第7点 ，Sapura Energy 为了解决庞大的债务问题，在2018年发行了庞大的附加股，直到其股数扩大至接近160亿股，成为大马交易所中最多股数的上市公司。除了附加股 ，Sapura Energy 也同时发行可转换回教债券来筹集资金，最终顺利的筹集到了40亿令吉。而这次集资的最大买家，就是管理这总值超过3000亿令吉资产的富爸爸国民投资机构 PNB。PNB 持有 Sapura Energy 的股权，也从附加股之前的18%左右，到附加股之后的接近48%。至于回教债券的买家，更是非 PNB 莫属。放眼望去，有高达98%以上的债券都是属于 PNB 的，所以 PNB 一共抛出了大约30亿令吉来购买这些附加股和债券。第8点 ，Sapura Energy 多家子公司遭到不同公司的清盘申请。是的，清盘的危险字眼已经开始出现了。从2月中开始 ，Sapura Energy 的多家子公司就陆续面对清盘申请。比如说，在2月14日 ，Sapura Energy 的5家子公司就因为涉及总额大约4750万令吉的未支付合同金额、和解协议金额和判决金额，被8家不同公司申请清盘。在3月1日 ，Sapura Energy 的子公司因为拖欠租船费用，接获 Icon Offshore Group 发出的清盘申请通知。3月17日 ，Sapura Energy 又有3家子公司因为拖欠款项，被4家不同公司申请清盘。如此的状况来看 ，Sapura Energy 的信誉价值已经不可靠了，以至于多家公司纷纷在最糟糕的状况来临之前，竭尽所能的争取回拖欠的款项。第9点。Sapura Energy 最新出炉的业绩，可是一个业绩核弹，录得了66亿令吉的净亏损，全年净亏损高达89亿令吉，是历史上最厉害的一次核弹式亏损。从公司的损益表中可以看到，营业额相比去年同季减少了68%，但是营运成本反而增加了，导致营运亏损接近10亿令吉。只不过，另外有50多亿令吉的亏损是由于商誉和资产的减值拨备所引起的。但是无论如何，大量的减值拨备，使到了目前的每股资产降至每股2仙而已。感觉上，自从安诺戴在今年3月接管了 CEO 职位后，就开始将所有问题摊在阳光底下，让投资大众了解到 Sapura Energy 的问题有多严重，也了解到前 CEO Shahril Samsudin 所留下来的苏州史究竟有多大。但是同时，也导致到很多人避而远之了。现在 Sapura Energy 最大的问题就是现金流动不足，迫切需要一笔新资金才可以扭转局势。但是这谈何容易呢？第10点 ，Sapura Energy 如果破产的话，会影响大马很多人，包括你我他。真的吗？我又没买 Sapura Energy 的股票，关我什么事？事情可能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哦。确实没投资 Sapura Energy 就不会有损失，但是别忘了 PNB 这个大股东就是通过 Amanah Rakyat Trustee Berhad 来间接持有这 Sapura Energy 约48%股权的。那么你们有投资在 Amanah Shaham 吗？有的话就是会间接受到影响了。什么？没有投资 Amanah Shaham？
好吧，那你们有投资银行股吗？或是有存钱在什么银行吗？肯定有吧。Sapura Energy 目前的106亿令吉的贷款，可是向银行财团借的，包括 Maybank、CIMB、M-Bank、RHB、United Overseas Bank、Exim Bank、ING Bank、Sumitomo Mitsui Banking Corp、Standard Chartered Bank 和 First Abu Dhabi Bank 等等。Sapura Energy 破产的话，贷款也就冻过水了，银行财团也会受到直接影响。当然，我们存在银行的钱不会变少，只是可能利息会稍微变少而已。或者投资银行股的可能会收到较少的股息，毕竟银行赚少了，减少利息和股息也是理所当然的吧。这也是为什么前首相纳吉会建议政府再出手拯救 Sapura Energy， 因为 Sapura Energy 破产的影响范围很大，所以现在是要看政府怎么出手了，是在透过附加股注资呢，还是在提供贷款，又或者直接让 Petronas 还是 PNB 接管呢？Petronas 就不用想了，已经出来辟谣了。那么看来，可以给 Sapura Energy 的选项已经越来越少了。以上就是关于 Sapura Energy 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